少爷，属下出门瞧见个水灵的新娘子，想着您喜欢，就给您带回来了。人在门外呢。干得不错，去库房支10两银子，赏你的。谢少爷恩赏。不过带人回来时，底下人手粗，不小心弄死了他爹，打死个贱民罢了。快把人带进来！我转身喊了声带进来，柳如烟就被推搡着进屋，满脸泪痕，更显凄楚。宇文贞搓着手，拽着他就往里间走，口也不回。果然水灵灵的。孟毅，组织好队伍，你小子排第一个。誓死宇文少爷效力。我躬身应着，退到门外，背脊挺直。里面很快传来衣物的声响和女人压抑的哭声。我垂着眼，面无表情。5年前穿越而来的我，成了个小乞丐。原以为凭着远超时代的见识，怎么也能混个出人头地，最不济也能当个富家翁。可在古代，没有力气，没有身份，什么都干不了。某天寒风刺骨的午后，我刚捡到半个硬得像石头、散发着馊味的馒头，哆嗦着正准备啃，结果铺子里走出膀大腰圆的汉子，骂骂咧咧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小贱种，臭死了！你也配吃东西，就该死在阴沟里！肋骨被打断了2根，但我一声没吭，蜷在地上，只是死死护着那半个馒头。听见动静，那汉子的女儿也走了出来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馊馒头，顺手就扔进了隔壁院子土狗的食盆里。他还回头朝我啐了一口，眉眼间全是嫌恶。呸！狗都不如的东西，要死就死远点，别脏了我们家的地。那一刻，我蜷缩在地上，心如死灰。爸妈，我好想你们，我不想穿越了，我想回家。意识消散间，我做了个梦，梦见下班和朋友围在小摊前吃烧烤，烤串滋滋冒油，满是香气。梦见过年回家，爸妈早早就摆好了，满满一桌丰盛的年夜饭，一家人热热闹闹围坐在一起。我端起一杯酒，一饮而尽，入口微苦，回味甘甜。不对，我猛地惊醒，竟是那只叼走馒头的土狗在我身上撒了泡尿。从那天起，我学会了求饶，学会了忍耐，学会了讨好。为了一口吃的，我钻别人裤裆，喊别人爷爷。为了活下去，我干脆把自己卖给宇文家的少爷当出气头。心软、义气、尊严，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早被我连同那具快要冻僵的躯体一起埋在了第一个冬天的雪泥里。终于，我成为了宇文贞的头号狗腿，成了旁人眼里有权有势的狗。而那柳如烟妇女，就是第一个要捏碎的复仇目标。也就小半盏茶的功夫，宇文贞提着裤子出来，神清气爽的。我心里鄙夷，3分钟都不到，脸上却堆着惊叹。少爷真是神威盖世，龙精虎猛。小的在外头听着，都替那女人觉得福分不浅。哈哈哈，会说话。宇文贞拍着我的肩膀，行了行了，到你了，别玩太过了。明天10年一次的仙门收徒就开始了，到时你跟我过去。仙门这2个字砸进我脑子里，我心脏猛地一跳。难道这世上真有飞天遁地的仙人？我心里翻江倒海，面上却装出茫然又卑微的样子。少爷，您是天选之人，人中龙凤，仙缘必定落您身上。宇文贞被哄得眉开眼笑，拍着我肩膀，好奴才，里面的女人处理干净点，别留痕迹，省得我爹啰嗦。少爷放心，小的办事绝无半点风声。我低下头，掩去眼底的情绪。第2天一早，我一马当先走在前面，嗓门喊得炸开半条街。宇文贞大少爷驾到，闲杂人等通通滚开。身后的家丁拿着棍棒，劈头盖脸往前扫，摊贩躲慢了就被一棍打翻，行人抱头鼠窜，长街很快被开出一条道。宇文贞摇着扇子，慢悠悠跟在后面，脸上满是傲慢。走到测试广场前，他忽然停下，声音里带着点紧张：孟毅，等会儿测灵根，我要是没有仙缘咋办？少爷命格尊贵，肯定有。我随口应着，心里比他更紧张。我已经打定主意，就算没灵根，这辈子也要修仙，修不了仙就修魔，就算死也得死在修仙的路上。测试广场上人山人海，就在这时，天边一道流光飞过来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脚踏青色飞剑，衣袂飘飘，一股威压瞬间压下来，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膝盖发软。我也觉得寒意从脊椎窜起，那是生命层次的碾压。可这恐惧只一瞬就被心里的狂热烧没了。御剑飞行是真的仙人。老者开口，声音不高，却传进每个人耳朵。肃静，本座青云宗杂役管事莫玄风负责此次灵根测试。15至25岁者排队，愚者速离。人群瞬间骚动，符合条件的往前冲。超龄的怨声载道，莫玄风眉头一皱，袍袖一挥，几道锋刃掠过，数颗头颅滚落在地，鲜血喷溅，广场霎时死寂。宇文贞裤裆一热，当场失禁，腿抖得像筛糠。周围的家族家主也面无人色，不断往后缩。这是机会，我绝不能放过。我大脑飞速转，深吸一口气，往前踏出一步，扑通跪倒在地。仙师大人，小的孟毅愿协助大人维护秩序，保灵根测试顺利。不出意料，莫玄风看了我一眼，点头道：倒有点眼色，
便由你维持秩序。谢仙师恩典，我心头狂跳，立刻起身，转身对着人群，脸上换上冷厉。都听见了，按年龄排队，喧哗插队，瞒年龄者杀无赦。家丁们立刻狐假虎威，很快队伍就排起来了。那些家主们一边眼红，一边狂拍大腿。能和仙人说话，这可是天大的机会。我一边维持秩序，一边低声吩咐家丁搬张最舒服的椅子，弄张桌子，泡壶好茶来。仙人也是人，伺候人的功夫早就炉火纯青。接着我走到瘫软的宇文真身边，弯下腰，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说。接着我走到瘫软的宇文真身边，弯下腰，用只有2人能听见的声音说：“少爷，稳住！您鸿福齐天，我已经把您安排在队伍最前头了。”宇文真的眼神终于聚焦，看着我，眼里满是依赖的感激。好奴才，我若有仙缘，绝不会忘了你。多谢少爷抬爱，你有灵根，我就跟着你混迹仙门。你在前头扛事，我在后面捞好处。你若没有，嘿嘿嘿。莫玄风从腰间的布袋里取出一块半人高的乳白色测灵石，放在场中。不符合年龄者上前，即便有灵根，也必杀之。开始测试。我轻声提醒宇文真：“少爷，该您了。”宇文真战战兢兢走上去，颤抖着把手按在测灵石上，石头毫无反应。莫玄风淡淡开口：“无灵根，下去。”不可能！宇文真如遭雷击。怎么可能？我难道不是天才吗？跪下去！莫玄风眼神一寒，呵斥一声。宇文真的话卡在喉咙里，脸涨成猪肝色，连滚带爬退了下去。我立刻上前接过家丁搬来的椅子，用袖子仔细擦了擦，又奉上一杯温度刚好的清茶。仙师请稍坐，后续叫人交给小的就好。莫玄风瞥了我一眼，坐下抿了口茶。茶虽无灵气，但尚可继续。是，我转身喊下一个，速速上前。测试进行的极快，一个个上前，手按上去，测灵石毫无反应。家丁就冷喝一声：“无灵根，下去！”没人敢有半点表露，生怕丢了命。我站在一侧，恭敬地给莫玄风斟茶，眼睛却盯着他，找着搭话的时机。等他神色稍缓，我陪着笑脸，放低声音，装作求知欲满满的样子：“仙师，小人愚笨，斗胆请教，这灵根到底是啥？还有啥区别不？”仙师，小人愚笨，斗胆请教，这灵根到底是啥？还有啥区别不？或许是无聊，或许是对我这乖巧的凡人多了点耐心。莫玄风缓缓开口：“灵根是沟通天地灵气的桥梁，属性有金木水火土5行，多数人灵根混沌微弱，唯有某一属性突出，才能吸纳灵气，踏上修行路。”我听得热血沸腾，每一个字都刻在心里。测试还在继续，200多个人过去了，测灵石半点光都没亮。莫玄风的眉头悄悄皱了起来，我一眼就捕捉到他的不悦，腰弯得更低，动作更轻。茶杯快空了，家丁立刻换了滚烫的新茶。我亲手接过，试了温度，才悄悄斟满，双手奉上，一句话不说，只用心伺候，绝不添堵。莫玄风接过茶，烦躁淡了点。继续测试机械的进行，287个无灵根，288个。一个穿打补宇文麻衣、面有菜色的少年，怯生生走上来，看着自己脏兮兮的手，犹豫了下，还是按在了测灵石上。嗡的一声，沉寂了许久的测灵石突然亮了。沉寂了许久的测灵石突然亮了，红、蓝、绿、黄4色光晕交织流转，虽然微弱，却看得一清二楚。人群瞬间爆发出惊呼，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溜圆，死死盯着那4色光。高台上的莫玄风眼中金光一闪，轻咦了一声，身形一动，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他已经出现在那少年面前。少年吓得惊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却反应极快，瞬间跪好，额头触地，声音颤抖却清晰：“拜见仙师。”高台上的莫玄风居高临下，目光跟探照灯似的，在那少年和石头上冒出的4色光晕上来回扫了2遍。水、火、木、土4灵根。他微微点头，声音不大，却像块石头砸进寂静的广场。虽是下品，也算踏入了仙道门槛，你可入我青云宗。话底下的人群瞬间炸了锅，那嗡嗡的议论声里，我能听出羡慕、嫉妒，还有浓得化不开的酸味。修仙、长生、一步登天，这种天大的好事，怎么就砸在这么一个土里土气的泥腿子身上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那少年激动的快说不出话了。回仙师，小人王二狗，今年16岁，是洛城王家庄户的佃农，跟着我爹给主家种地。莫玄风沉吟了一下，灵根资质虽然很差，但心性倒还机敏，勤勉修行未必不能达到炼气后期，既入仙门当有别于凡俗。你身居4灵根，其中木灵根稍显突出，双目成林，生生不息。此后
你便叫王林吧。王林，王林。少年喃喃念了2遍，眼里爆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，砰砰砰又磕了几个响头。是，多谢仙师大人赐名，弟子王林谨遵仙命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像被一把火烧着。从佃农王二狗到青云宗弟子王林，一步登天，说的就是这个吧？起来，站到我身侧等候。莫玄风语气缓了些，示意测试继续。我亲眼看着那个叫王林的少年强压着激动，小心翼翼地站到了仙师身后，他的胸膛起伏的厉害，好像随时要炸开一样。我心里头那股火烧得更旺了，极度渴望，几乎要把我整个人点燃。那可是灵根，是仙元，哪怕是最低等的下品4灵根，那也是打开另一扇世界大门的钥匙，是我做梦都想要，愿意拿命去换的东西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心里翻江倒海的情绪死死按下去，脸上重新挂上最恭顺的表情，更加卖力地维持秩序，给仙师和他的随从们斟茶递水。快了，就快轮到我了。测灵石未亮，无灵根下去，无灵根下一个。接下来的3个时辰，测灵石就跟死了一样，再没亮过。700多个人一个个上去，又一个个垂头丧气地退下来。要不是亲眼见过王林那4色光芒，我真怀疑这石头就是个摆设。就在人群开始变得麻木的时候，没想到嗡的一声，测灵石又亮了。这一次的光华比王林那次要亮得多，也凝实得多。3种颜色清清楚楚，炽烈的金红，沉凝的土黄，还有一抹锐利的淡金色。所有人的目光唰的一下全定在了那个测试的少年身上。他穿着锦缎，眉眼间带着一股子傲气，一看就不是普通人。高台上的莫玄风脸上终于露出了真正满意的神情。金火土3灵根，品质已达中品，不错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出身何处？那少年不卑不亢的一拱手，声音清朗：回仙师，晚辈洛城林家旁系子弟林动。不动如山，动如雷震，好名字，好根骨。莫玄风越看越满意，竟然主动开了口：林动，你资质尚可，心性沉稳，是可造之才，你可愿拜入老夫门下？哼，全场都疯了。仙师亲口收徒，这是什么运气？无数道目光红得快要滴出血来，死死盯着林动，心里都在替他喊：快答应啊，快磕头啊！可谁都没想到，林动竟然皱了皱眉，脸上露出了犹豫。莫玄风脸上的笑意瞬间就没了。他可是青云宗炼气9层的大佬，在凡俗之地主动收徒，居然还被人挑3拣4。罢了！他冷哼一声，一甩袖子：既然你心意未定，此事便作罢，站到一旁去吧。仙师，弟子愿。林动好像才反应过来，急忙要开口。好，迟了。莫玄风冷冷打断他，不再看他一眼。林动脸上顿时写满了懊悔，悻悻地退到王林身边，周围全是摇头叹息的声音，都觉得这小子蠢到家了。可我一直冷眼看着，却觉得不对劲，太刻意了。他那懊悔的表情底下，眼神深处平静得很，甚至我好像还看到了一丝不屑。而且就在莫玄风转身的瞬间，林动的手指下意识地碰了一下自己胸口的衣服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小子胸口有东西，而且他好像根本不把这莫玄风放在眼里。这小子不会是主角吧？那我是谁？这念头一闪而过，我立刻把他压了下去。现在没什么比我自己的测试更重要。紧接着又是10几个没灵根的，轮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叫花子，他哆哆嗦嗦地把脏手按了上去。嗡，石头又亮了，光芒很弱，只有淡金和土黄2色。哦，莫玄风抬了抬眼皮，兴致不高。叫什么名字？小叫花子又惊又喜，大声道：回仙师，小人名叫成才。话音刚落，人群里另一个小乞丐就喊了出来：成才，你不是叫狗蛋吗？小叫花瞬间脸都白了，慌忙磕头：仙师恕罪，小人借名狗蛋，大名叫成才。莫玄风的眼神一下子冷了。名号无关紧要，但既已踏入仙门，便与凡尘有别，蝼蚁安敢直呼仙名？他话音刚落，袍袖轻轻一动，扑哧一声，那个多嘴的小乞丐脑袋就滚到了地上，脸上还带着不解和惊愕，血喷出来，溅了周围人一斜面。短暂的死寂后，人群里响起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，所有人都用一种混杂着恐惧和忌惮的眼神看着那个叫成才的小叫花。从这一刻起，他不再是狗蛋，而是仙师认可的成才，那个死掉的乞丐，用命告诉了所有人一个道理：仙凡有别，仙人不可辱。莫玄风对浑身发抖的成才说：站过去。是。成才连滚带爬地跑到王林和林动身后，他腿都软了，站都站不稳，身上那股酸馊味飘了过去。测试继续，人越来越少，希望也越来越渺茫，我的心也跟着那块破石头一点点往下沉。
700-800个人，才3个有灵根的，这概率低得让人绝望。冷汗不知不觉湿透了我的后背。如果没有灵根怎么办？这个念头像毒蛇一样，一口口啃着我的心脏。我不断在胸前比划十字架，在心里疯狂地喊：福生无量天尊，阿弥陀佛，漫天神佛，谁都好，给我灵根，只要给我灵多根，哪怕是最垃圾的下品，我什么都愿意换。我的手心全是汗，身体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。穿越到这个世界，这是我离改变命运最近的一次，我绝不能倒在门槛外面。在轮到我的前一刻，我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嘶哑的低吼，像是给自己打气，也像是斩断所有退路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下一秒，我猛地踏出一步，把那只微微颤抖却无比坚定的手重重地按在了冰凉的测灵石上。嗡，一声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清越的冥响从石头里炸开，测灵石光华大放，赤、黄、金、蓝、绿5色光芒交相辉映，明亮、稳定、均衡。亮了，又亮了，5种颜色。人群瞬间炸开了锅。高台上一直懒洋洋的莫玄风猛地坐直了身体，眼里爆发出惊喜的光芒。他连说了3个好字，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。5色光华，均衡饱满，竟是中品武灵根。妙极！此等资质胜在根基浑厚，兼容并蓄，乃是中品灵根中潜力最优的那一列。小子，你很不错。中品武灵根，我有灵根还是中品？巨大的狂喜像海啸一样淹没了我，冲得我头晕目眩。就在莫玄风话音落下的瞬间，我扑通一声以最标准的姿势跪倒在地。我抬起头，脸上挂满激动、尊敬和恰到好处的虔诚。先是不，前辈，小的第一眼见到您，便觉如见高山，又如见至亲。您那通天彻地的修为，那洞察事情的目光，与小的早已去世的父亲何其神似。小的梦忆自知资质愚钝，蒙仙师不弃，赐予仙缘。小的不敢奢求拜师，只愿能常伴仙师左右，聆听教诲，端茶递水，略尽孝心。仙师若是不弃，梦亦愿拜仙师为义父，此生定当竭尽所能，侍奉左右，绝无二心。这一番话情真意切，马屁拍得天衣无缝。尤其是刚刚被灵动那个不识抬举的小子气过之后，我这个懂事、知恩、资质又好的年轻人，简直是送上门来的舒心丸。莫玄风开怀大笑，亲自上前2步，虚扶了一下。好，好亲友不允之礼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莫玄风的干儿子，以后在外，你就是称是我的徒弟。多谢义父。我毫不犹豫，结结实实磕了3个响头。抬起头时，眼里真有泪光在闪，一半是激动，一半是用力过猛。我赌对了，我不但进了仙门，还在起点就抱上了一条金大腿。一旁的王林和成才都看傻了，眼神里全是羡慕。王林反应最快，立刻躬身：弟子王林拜见梦毅师兄。成才慢了半拍，也连忙跟着拜见梦毅师兄。只有林动站在原地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只是在莫玄风的目光压力下，微微点了下头。林动见过师兄。我脸上挂着得体的微笑，一一回应。莫玄风显然很满意，他转向我，语气慈和了许多。义儿，你既已是我干儿子，便与这凡俗尘缘了断，可还有什么亲人需要安顿，或是在这洛城中有什么未了的麻烦？他的意思很明白，要是有仇家，他可以顺手替我抹了。我毫不犹豫，再次跪下，回禀干爹，孩儿自幼孤苦，这凡尘与孩儿早已无牵无挂。从今往后，干爹便是孩儿唯一的亲人，青云宗便是孩儿的家。孩儿只愿常伴干爹左右，潜心修炼，以报天恩。这番话说得莫玄风连连点头，心中愈发满意。此子心性果决，能彻底斩断尘缘，正是修仙的好苗子。他亲自扶起我，这才转身对王林、林动、成才3人恢复了之前的威严。尔等3人在凡俗尚有亲族牵挂，本作与你们1个时辰，速去与家人告别。记住，1个时辰后必须归来。一入仙门，或许此生再难相见。莫要拖延，误了时辰，仙缘自消。王林脸色一白，眼圈瞬间就红了，应了一声，转身就朝城外跑去。成才愣了一下，也赶紧朝着他平时待的破庙方向跑了。林动则平静得多，行了一礼，才不紧不慢地朝着林家府邸走去。我静静站在莫玄风身侧，看着他们消失在人流里。那个在泥泞里挣扎，宇文家狗腿子已经死了。
现在活着的是青云宗莫玄风的干儿子，是仙人梦逸。测灵大会结束的消息像风一样席卷了整个洛城。宇文府内，宇文真在知道我不仅测出灵根，还被仙师收为义子后，一张脸扭曲的不成样子，摔碎了手里的玉杯。不，梦逸，那个贱奴，他怎么可能有灵根？我才是主子，我都没有的东西，他凭什么有？放肆！孽障，住口！一声暴喝，宇文家主冲了进来，抬手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宇文真被打懵了。爹，你打我？我骂自家奴才都不行吗？蠢材！宇文家主反手又是一巴掌，直接打掉了宇文真2颗牙。奴才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现在谁是仙人？说，你平日可曾对孟仙人有过大不敬？宇文真捂着脸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。何止不敬，打骂折辱都是家常便饭。宇文家主看他神色，脸都灰了，随即闪过一丝狠绝，一把拽住宇文真的衣领。走，随我去测灵台请罪。若孟仙人要你的命，那便是你的命。只要能保住我宇文家满门。不，爹，我是你亲儿子，我还能生。宇文家主声音冰冷，拖着他就往外走。转眼间，宇文家父子就到了测灵台前，扑通一声跪倒在我面前，重重磕头。宇文家父子拜见仙师，恭贺孟仙人得正仙缘。宇文家主声音发颤：小人教子无方，这孽障昔日有眼无珠，多有冒犯，今日特来领罪，是杀是剐，全凭仙人发落。莫玄风眼皮都没抬，淡淡的对我道：义儿，此2人你待如何处置？莫玄风看似随意发文，实则存了考笑之心。若心狠手辣，执意灭杀救主，虽显果断，却也暴露其睚眦必报、隐忍记仇的狼性，需多加防备。我平静的像在看2个陌生人，略一躬身，声音淡漠：回干爹，弟子先前已言，凡俗尘缘，一刀两断。宇文家昔日虽有驱策喝骂，却也未曾让弟子免于冻毙街头，因果相抵，已然两清。前尘往事，皆如云烟，一笔勾销。莫玄风眼中掠过一丝赞赏。好，念头通达，方得长生。尔等可听清了，回去吧。谢仙师，谢孟仙人不杀之恩。宇文家主如蒙大赦，拖着瘫软的宇文真仓皇退去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。恨谈不上，对我来说，一切不过是利弊权衡。将来若宇文家挡了我的路，那宇文家必灭，与旧日恩怨无关。我孟毅就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半个时辰后，王林与成才先后回来了。王林换了身干净的青布衣衫，怀里抱着个包袱，眼里有不舍，但更多的是期盼。成才更是换上了一身绸缎新衣，整个人精神了不少。与此同时，林家小院里，林动对着一块牌位叩拜低语：母亲，儿要走了，儿有际遇拜得元婴大能的残魂为师，日后便是海阔天空了。他胸前一枚古玉微光一闪，一道苍老的声音在他脑中响起：行了，快走吧，莫要迟了。是，玄老。林动最后看了一眼牌位，转身快步离去。待林动也赶到，莫玄风见人已到齐，袖袍一拂，一艘3丈长的飞行方舟凭空出现，悬浮在地面上。都上来吧。他率先踏了上去，我紧随其后。莫玄风将一枚发光的晶石投入非洲的枢纽中，嗡的一声，非洲周身灵光大亮，瞬间拔地而起，速度越来越快。此去青云宗18000里，约需2日航程。莫玄风背对着我们，声音平淡：尔等自行盘坐调息，稍安勿躁。18000里，我的乖乖，我心里咂舌，这世界果然大得超乎想象。我面上却不露分毫，一言盘膝坐下，闭上了眼睛。过去的孟毅已经死了，从今往后，我的路在天上。非洲穿云破雾，2天后我们到了。当非洲降落在一片巨大的青石平台上时，我脚踩着冰凉的地面，还有点懵。到了。莫玄风带头走了下去，我们4个赶紧跟上。张总管，您回来了。2个穿青袍的弟子快步迎上来，一脸恭敬，看样子是守门的。带回几个苗子。莫玄风点点头，脚步不停，领着我们就往山门里走。我跟在他身后，眼睛完全不够用。天上的虹桥，云里的楼阁，还有那些踩着剑飞来飞去的人，这灵气浓的吸一口都感觉自己要飘了。很快，我们到了一座大殿前，牌匾上写着树武堂。在这等着。莫玄风丢下一句，自己走了进去。他一进去，里面排队的人立马安静了，还主动给他让路。没一会儿，他就出来了，看着我们4个，说话跟蹦豆子似的。手续办完了，自己进去报名字，领身份玉牌和引气诀，玉牌会告诉你们住哪儿。记住，1个月内必须引气入体，1个月后来这接任务，没得商量。他顿了顿，眼神扫过我们。你们现在的身份是杂役，什么时候修炼到炼气4层才能成外门弟子？
去传宫格，挑真正的功法。最后一句，宗门里别惹身份比你高的人，其他的自己琢磨。说完，他话锋一转，看着我，语气明显不一样了。梦毅，你跟我来。是干爹，我立马应声，快步跟上。我跟着莫玄风走了快半小时，绕过好几座仙气缭绕的山峰，最后到了一处特别清静的峰顶。峰顶上就一个院子，白墙青瓦，看着就比山下那些挤在一起的房子高级多了。他推开门，一股灰尘味扑面而来，显然很久没人住了。只见他眉头一皱，袖子随便一挥，一阵风凭空出现，卷过整个屋子，灰尘瞬间消失，干净的像是刚擦过一样。净尘术，我把这招死死记在心里。毅儿，干爹，孩儿在。我赶紧上前一步，站得笔直。莫玄风在主位上坐下。这是我在宗门的一处住处，灵气比杂役住的地方浓得多。你就住这，专心修炼，早点引气入体，到时候干爹有赏。说完，他扔给我两样东西，一个灰色的木牌，上面刻着杂役2个字，还有一本薄薄的没封面的书。身份玉牌，滴血认主。这引气诀是基础功法。是，多谢干爹，孩儿一定拼尽全力，不辜负您。我紧紧攥着2样东西，激动地说道。我没急着看，而是抬头看着他，脸上堆满了关心。干爹，您赶了2天非洲，肯定累了。我没别的本事，就会点按摩的手艺，要不给您捏捏？莫玄风愣了一下，随即眼里闪过一丝满意。看在你一片孝心，试试吧。是，我立刻站到他身后，手上活利索地干了起来。这手艺是我在宇文府为了讨好管事，专门下苦功练的，力道、穴位拿捏得死死的。莫玄风很快就放松下来，闭着眼享受。屋里安静了一会儿，他大概是心情不错，缓缓开了口：你既然进了门，有些事也该知道了。我手没停，耳朵竖得笔直。我们这片地界叫九州中原，老大是3大宗门。我们青云宗、北地的玉寿宗，还有东海的仙霞宗，都是有元婴老祖坐镇的1000年大派。他语气里带着点傲气。我们青云宗实力排第1，立宗快5000年了，在这青云山脉就是天。宗里炼气期的弟子上万，筑基的修士200多，金丹真人也超过10个。上万炼气修士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手上的动作都差点乱了。宗门弟子分4级：杂役、外门、内门、真传。杂役最多占了90%，干的都是种地、扫地。喂，牲口的杂活，换点可怜的灵石。修炼时间少的可怜。他停了停，像是在给我时间消化这残酷的现实。到了炼气4层就能升外门弟子，那时候就不一样了，每月有工资，任务也少，能专心修炼。至于内门弟子，得炼气7层，那是宗门真正的宝贝疙瘩了。他的话明显是说给我听的。一眼儿，你认了我当干爹，起点就跟他们不一样。这1个月你就在这儿好好修炼，别的事儿不用管。先把引气入体这关过了，干爹可指望着你长脸呢。孩儿明白，绝不让干爹失望。我手上的力道沉稳，声音里全是感激，可我心里早已经翻江倒海了。幸运简直是撞了泼天的大运，直到现在我才彻底明白，我那一声干爹到底换来了什么。其他人得像虫子一样在底层挣扎，而我住峰顶单人小院，灵气管够，有干爹亲自给我开小灶讲规矩。这哪是起点不一样，这简直是直接坐上了火箭。一阵后怕涌上心头，要是当时我傻站着，现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，必须抱紧，死死抱紧干爹这棵大树。这个念头无比清晰，瞬间我把自己那5年底层混出来的所有心机、算计全都藏得严严实实。现在站在莫玄风身后的不是那个心思深沉的梦毅，而是一个懂得感恩、知道孝顺、资质不错的好儿子。我的按摩更用心了，每一个动作都透着纯粹的关心和依赖。我要让他感觉到的不是利用，是孝顺和可靠。这张孝子的面具现在就是我最好的护身符。干爹，这力道还行吗？我轻声问。尚可。莫玄风闭着眼淡淡应了一声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莫玄风抬手示意我停下，然后站了起来。他从袖子里拿出一个白玉小瓶，放到桌上。3颗上品辟谷丹，吃1颗，1个月不饿。你刚开始修炼，别被吃饭这种小事分心。莫玄风看着我，眼里全是期待。你是中品武灵根，底子厚，
别浪费这1个月，也别浪费这封顶的灵气。1个月后，我希望看到一个真正的修士。是，干爹教诲，孩儿记下了，一定拼尽全力。我深深鞠了一躬，莫玄风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恭送干爹。我一直弓着身，直到他的气息彻底消失，才慢慢直起腰。我走到桌边，拿起那个玉瓶，紧紧握住。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抓住一切能抓住的，爬上去。杂役、外门、内门。真传，老子要一步一步爬到最高。我翻开引气诀，上面的字我都认识。开篇是一段口诀：心息相依，神凝气血。这功法简单的不像话，不但有文字，还有插图，一步步教你怎么做，怎么呼吸，怎么引导灵气。旁边还有注意事项，跟傻瓜教程一样。我立马就明白了，这肯定是青云宗几千年改良下来的最终版，安全普适，效率最高。只要有灵根，照着图画瞎比划都能入门。这就是大宗门的底蕴。我反复看了几遍，把每个细节都刻进脑子，然后盘腿坐下。我试着按照书上说的，用意念引导一股想象中的气流在身体里转圈。第一次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脑子说会了，身体却在抗议你不会。那意念色的像在泥里爬，精神一松就散了，只能重来。我现在才体会到干爹说的极品灵根1日工程有多恐怖。人家1天的量，我要不眠不休干5天，这就是天赋的差距。天灵根又得多快？我甩开这念头，总不能1个时辰就搞定吧？我没再傻练，又拿起书一个字一个字的抠，翻到最后一页，我愣住了。下面有一行小字：青云历3721年，天灵根修士青云子祖师勘定，复天灵根者见此书可弃，彼等灵气自涌，天成道基，谓之谪仙凌尘。天成道基，谪仙凌尘，我懵了，这不就是全自动引气入体吗？比我瞎想的1个时辰还离谱。有些人天生就在罗马，很不幸我是天生牛马。震撼过后是更冷的清醒，羡慕没用，要行动起来。我眼中闪过一丝狠色，再次沉下心通读功法。这一次因为有了实践，理解更深，只用了5盏茶的时间，比第一次快了10分钟。接下来就是练。我重新坐下，闭上眼，把全部精神都砸了进去。1圈2圈，时间飞快流逝，3天3夜不眠不休。静室里，我的精神紧绷到了极点。97、98、99。当第99圈完成的瞬间，一种奇妙的感觉出现了，之前那种阻塞感突然没了。意念一动，全身毛孔都像张开了嘴，空气中那些灵气不再难抓，而是主动朝我涌来。成了，就是现在。我立刻收拢所有念头，开始了最后1圈。这一次快得惊人，意念刚起就走完了一个完美的循环，只用了几次呼吸。嗡，一声清明在我脑中炸开，瞬间周围的灵气像是找到了家，化作一道清凉的洪流，从我头顶百会穴轰然灌入，沿着那条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经脉路线，冲进我脐下3寸的丹田气海，引气入体，攻成炼气期第1层。我抬起手，看着这双蕴含着爆炸性力量的手，感受着丹田里的气旋和身体前所未有的轻盈，嘴角终于忍不住扬了起来。3天，我做到了，我是修士了。兴奋劲儿一过，强烈的虚弱和饥饿感就涌了上来，胃里像火烧一样。我这才想起自己已经3天没吃没喝了，看来我这3天饿久顿的被动技能还没丢呢。我自嘲一句，赶紧从怀里摸出玉瓶，倒出1颗辟谷丹就吞了下去。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，饥饿感立刻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精力和暖意。不愧是上品辟谷丹，我活动了下手脚，相当满意。我又拿出那块杂役身份木牌，我咬破指尖滴了滴血上去，血瞬间被吸收，木牌上的杂役2个字亮了一下。现在我跟这牌子有了一丝联系，心念一动，牌子上就浮现出几行字：姓名孟毅，身份青云宗杂役弟子，贡献点0，身份证啊，这是。我了然，熟悉完新身份，我心里痒痒的。我决定试试自己这炼气1层到底有多大变化。院子挺大，但很简朴，后院有一小片荒废的空地，前院角落里有块半人高的青黑色大石头，看着起码400-500斤。以前的我拼了命也就能挪动一下。我走到石头前，深吸一口气，没用灵力，就凭着洗髓法体后的身体素质，双手扣住石底，腰腹发力，一抬，石头竟然被我毫不费力的举过了头顶，稳如泰山。我甚至能单手拖着它走2步。我轻轻把石头放回去，看着自己的双手，眼中全是兴奋。这就是修士，哪怕是最底层的炼气1层，和凡人也已经是2个物种了。一股豪情在我胸中升起，干爹不来，我就只能待在这院子里，除了修炼也没别的事干。我正准备回屋继续巩固修为，耳朵忽然一动，嘻嘻嘻，哦，极其轻微的声音从侧后方传来。我瞬间警觉，猛地回头，只见廊柱阴影下，一只巴掌大的黑老鼠正人一样站着，
两只前爪抱着一颗龙眼大小的丹丸，一双豆大的黑眼睛竟然毫不怕我，直勾勾地看着我。一只耗子，我刚松了口气，随即眉头一皱，不对，仙门封顶哪来的老鼠？我的目光瞬间锁死在他怀里的丹丸上，那不是老子刚放在桌上的上品辟谷丹吗？该死的贼耗子，偷到老子头上了！火气蹭一下就上来了，那可是上品辟谷丹，我干爹就给了3颗。我想也没想，抄起脚边一块石头，用上心得的力量，猛地砸了过去。哼，石头破空而去，可那黑老鼠的反应快得离谱，石头快砸到他时，他小身子诡异的一扭就躲了过去，紧接着他抱着辟谷丹化作一道黑影，嗖的一下钻进墙角的缝隙里不见了。这速度，我举着的手僵在半空。灵兽，我懊恼的一拍脑门，更气自己蠢，刚得了好东西就不知道收好。干爹给的玉瓶能隔绝气味，我他妈为什么要放外面？大意了，这个教训我狠狠记在心里，在修仙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要命。我郁闷地叹了口气，走回屋里。可当我看到桌面时，却愣住了，桌上居然还留着一颗辟谷丹，这贼耗子还挺讲究，知道给我留一颗。我哭笑不得，心情莫名好了点，至少没全丢。我小心地把最后一颗辟谷丹收进玉瓶，塞好，贴身放着。经过这事，我因为突破而有点飘的心彻底沉了下来。修行重要，但每一步都打起12分精神更重要。我不再多想，盘膝坐下，重新进入修炼状态。丹田里那微小的五色气旋再次缓缓转动起来。接下来的2日，我心无旁骛，就一件事：修炼。我打坐吸收灵气，打磨丹田里那个小小的五色气旋。5年的磨砺早就让我习惯了这种孤独和重复，一点也不觉得烦。叽叽叽，那熟悉的叫声又响了起来。我睁开眼，窗台上那只头顶2根白毛的黑老鼠又来了。这次它没躲，就趴在窗沿上，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转，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我没生气，也没赶它。以前当乞丐的时候，跟老鼠抢东西吃，睡一个屋檐下都是家常便饭。我知道这些小东西跟我一样，都只是为了活下去。我站起身，慢慢走了过去。那老鼠好像感觉到了我没恶意，竟然没跑，只是抱紧了自己的小爪子。小家伙，我摊开手，声音放得很平缓。上次的账就算了，可我那辟谷丹就剩最后1颗了，得留着自己吃，没法再分给你。黑老鼠歪了歪脑袋，急促地叽叽叫着，小爪子还比划了几下。我当然听不懂，只能无奈地摇摇头。没想到黑老鼠见我这样，转身嗖的一下跑了。片刻之后，它竟然费力地拖回来一颗紫色的浆果，那果子快有它半个身子大了，通体身子晶莹剔透。它把果子推到我脚边，然后用爪子指了指桌子，又指了指自己的嘴，最后拍了拍那颗紫果。我愣住了，你的意思是这果子换上次的辟谷丹给我吃？黑老鼠连连点头，小眼睛里竟然透着一股期待。这老鼠也太有灵性了。我小心地捡起那颗紫果，入手沉甸甸的，果皮冰凉，我能感觉到里面有一股磅礴的灵气在流动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绝对是好东西。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，防鼠之心也一样。我心念电转，脸上却挤出一个更温和的笑。我拔出短鼻，小心地把紫果切成2半。既然是自己人，就该懂得分享。我把稍大的那半推到老鼠面前，来，咱们1人1半，这才公平。黑老鼠再精也经不过我，他只觉得我这人够意思，竟然分他这么大一半。他高高兴兴地抱起半颗紫果，咔嚓咔嚓就啃了起来，小脸上全是满足。我仔细盯着他看了半天，见他吃的香甜，没什么不对劲，这才拿起自己那半颗，小心地咬了一口。果肉入口即化，一股清凉甘甜却又雄厚的吓人的灵气洪流，轰的一下就冲进了我的身体，根本不用我引导，这股灵气自己就冲进了丹田，被我的五色气旋飞快地吸收转化。就这么半颗果子下肚，我丹田里的法力就长了一大截，起码省了我7、8天的苦修。我心里又惊又喜，紧接着又有点后悔，早知道这果子这么厉害，就不分他那一半了。但这念头也就一闪而过，我并不真后悔。安全第一，用半颗果子试毒，顺便跟他建立信任，这买卖划算。我脑子转得飞快，一个念头冒了出来，我没半点犹豫，直接摸出那个白玉瓶，倒出最后1颗上品辟谷丹，递到那只刚吃完果子正舒坦的舔毛的黑老鼠面前。好兄弟，讲义气。我语气无比真诚，既然是自己人，这最后1颗好东西也给你，以后常来玩，有什么好吃的记得分享啊。黑老鼠闻到辟谷丹更香的味道，眼睛都亮了，欢快地叽了一声，抱住丹药，好像对我更亲近了，还蹭了蹭我的手指，这才心满意足地溜了。我盯着他消失的背影，再次确认这老鼠除了聪明点、快了点，
对灵气敏感点好像就是只普通老鼠。接下来的2天，黑老鼠没再出现。我看着空了的玉瓶，心都在滴血。最后一颗上品辟谷丹就这么打了水漂，一晃就到了第8天傍晚。我正打坐，忽然感觉到一股熟悉的、带着淡淡威压的气息从天而降，落在了院子里。我立刻收工，想都没想，快步冲出静室，对着刚落地的人影扑通就跪下了。儿子恭迎干爹，来人正是莫玄风。他微微点头，目光在我身上扫了扫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。引气入体成功了，还有这身衣服。托干爹鸿福，儿子3天前侥幸成功。我低着头，语气里全是感激。引气的时候弄脏了原来的衣服，儿子又没得换，只能斗胆借了干爹留在这儿的旧衣服，还望干爹恕罪。没事，一件旧衣服罢了。莫玄风摆摆手，神色明显满意了不少。几天就能成功，看来你没偷懒，不错。干爹请坐，让孩儿再为您。不用了。莫玄风打断我，好像有急事。下次吧，这个给你。他随手抛过来一个巴掌大小、灰扑扑的布袋，我赶紧接住。这是最低阶的储物袋，滴血认主就能用。里面有我给你备好的一份礼物和几本修仙界的书。莫玄风说得很快，你好好在这儿巩固修为，再修炼20多天。等1个月满了，去树武堂领任务的时候，要是能突破到炼气2层，我也许能帮你周旋一下，安排个好点的差事。是，多谢干爹厚赐，孩儿一定努力，绝不辜负干爹期望。我再次叩首，声音都激动得有点发抖。莫玄风好像真的只是顺路过来，看我没什么问题就放心了。他没再多说，身影一晃，化作一道流光，就朝旁边另一座山峰飞去。眨眼功夫就没影了。我捧着那个不起眼的储物袋，慢慢站起来。院子里又安静了，只有风吹过屋檐的声音。我看着干爹消失的方向，心里却冒出一个怪念头：大半夜的干嘛呢？这是？哼！我轻轻摇了摇头，把这点疑虑甩出脑子。我现在就是个刚踏入炼气1层，连个法术都不会的小杂役，在这青云宗里跟着山顶上的一根草没区别。管他有什么谋划，有什么秘密交易，离我都太远了。现在瞎猜这些，除了给自己找麻烦，甚至可能因为知道太多惹来杀身之祸外，屁用没有。回到静室，我迫不及待地咬破指尖，把一滴血滴在储物袋粗糙的布面上，血液瞬间就被吸了进去。灰布袋上泛起一层微弱的灵光，一种奇妙的感应在我俩之间建立了起来。我心念一动，桌上凭空出现了几样东西，一个手掌高的青玉瓶，还有几本厚薄不一的线装书。玉瓶很温润，瓶身上刻着3个字：聚气丹。我拔开瓶塞，一股清冽的香气立刻飘了出来，比辟谷丹好闻多了，闻一下都觉得精神。我倒出一颗，丹药是淡青色的，上面还有云一样的花纹，有灵气在流动。好东西！我眼睛一亮，这应该就是炼气期修士用来提升修为的丹药。我小心地把丹药放回去，目光转向那3本书。第1本《修真常识录》，第2本《九州中原地理志》，第3本最后没书名，但翻开看目录，其实是3本书合在一起。常见灵植灵果图鉴、青云宗弟子手册、基础法术大全。干爹想的还真周到。我低声念叨了一句，先拿起了《修真常识录》，书一翻开，一股墨香扑面而来。修仙之道，逆天而行，夺天地造化，以助己身长生之机。我看得心潮澎湃，合上书，我对修仙界总算有了个大概的了解。紧接着，我拿起那本最后的书，直接翻到常见灵植灵果图鉴那部分，一页页彩图，旁边都有详细说明，名字、长相、生长环境、功效。我翻得飞快，直到某一页，我的手猛地停住了。图上画着一颗深紫色的浆果，跟那老鼠给我的一模一样。旁边写着紫韵果，一阶中品灵果，多生于灵气浓郁的阴湿山谷。我想起那半颗紫韵果的清凉甘甜，还有那股汹涌的灵气。现在看来，那黑老鼠的回礼价值比我给他的半颗辟谷丹高太多了。那黑毛耗子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我心里更奇怪了。我把紫韵果的样子和功效牢牢记住，又翻了翻，认出了10几种常见的灵植，这才翻到下一部分《青云宗弟子手册》。这部分有点无聊，全是宗门规矩，不准同门相残，但不小心失手，好像又有说法，要按时做任务，不准私自下山，不准泄露宗门机密等等。我把这些记下，终于翻到了最后，也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——基础法术大全。目录上列着10几种法术：踏云术、净尘术、岩弹术、水弹术、岩盾术、金风术、腾附术、灵光术，每一种后面都标着学习难度和灵力消耗。果然，炼气4层前虽然不能练正经功法，用法器，但学1-2种基础法术还是可以的。我心
心里一阵庆幸，有了这些，我总算能有点仙人的手段了。我先看净尘术，难度最低，耗蓝最少。法诀很简单，让灵力按特定路线在手掌里转一圈，配合手势和念头，就能吹出一股清洁的风。我立刻就试，我调动丹田里那点可怜的灵力，分出一丝运到右手心，心里默念法诀，五指轻轻一拂，嗡，一股小风从我掌心冒出来，吹过桌面，灰尘瞬间就没了，桌子变得干干净净。成了！我眼睛一亮，虽然这风弱的可怜，范围也小，但这确确实实是法术。我又试了几次，越来越熟练，清洁的范围也变大了点，不错，以后打扫方便了。我挺满意。盐弹术、水弹术、金风术，看着目录上这些攻击法术，我确实心痒痒，但我明白不能贪多。我现在才练气一层，丹田里的灵力就那么点，要是每个都学，不仅拖慢修炼，打起来还可能没蓝，那才是要命的。我对自己说，法术嘛，挑一两个实用的就够了。我重新看目录，目光在几个攻击和防御法术上来回扫，目光最终停在这2个法术上。金风术锋利，穿透力强，耗蓝适中；盐盾术防御稳，对操作要求不高。我小声分析着书上的注解，一攻一防刚刚好。我闭上眼，调动丹田的五色气旋，气旋加速旋转，一缕淡金色的灵力被我抽了出来，这是我的金属性灵力。我照着法诀引导这缕灵力顺着手臂的经脉往上走，同时双手结印，右手食指中指并拢像一把剑，拧。我低喝一声，全部精神都集中在指尖，嗡，指尖上一点淡金色的光闪了一下，但马上就灭了。第一次果然没那么容易，我没泄气。我重新内视，检查刚才灵力运转的路线，发现有几个地方过得不顺。我调整呼吸，又试了一次。这次我特意在那几个地方放慢了速度，淡金色的光再次在指尖亮起，比上次亮了点，也久了点，但还是在成型前散了。意念不够集中，灵力输出也不稳。我飞快地分析，我一遍遍地拆解重组这个法术的每个步骤。接下来的3个时辰，我试了一遍又一遍，月亮都从东边移到了西边，我额头上全是汗，体内的灵力也耗了大半，可指尖还是没能凝聚出完整的金刃。不过我的眼睛却越来越亮，每一次失败都让我对法诀的理解更深一分。金灵力要更凝实，不能散，脑子里要想的是刃，不是光。起身结印，运转灵力。这一次淡金色的光芒在指尖凝聚的异常迅速稳定，我清楚地感觉到那不再是一团乱糟糟的灵力，而是一柄正在成型的细长的刀刃。去，我指尖向前一指，吃，一道半尺长的淡金色气刃像道闪电从我指尖射出去，瞬间跨越3丈距离，精准地打中了院角那块脸盆大的青石。哼，那块石头表面炸开好几道裂纹，随即崩碎成10几块，哗啦啦碎了一地。成了！我眼中爆发出狂喜。虽然这道金刃还很小，威力也只能打碎石头，但这是我真正掌握的第1个攻击法术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只有蛮力的凡人，而是能驾驭灵力的修士。哈哈哈！我忍不住放声大笑，在晨光中看着自己的双手，穿越5年，挣扎求生，当牛做马。我终于在这一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力量握在自己手里的滋味。但笑声很快就停了。我走到碎石边，蹲下仔细看，金刃切开的痕迹很光滑，说明够锋利。但石头碎裂的范围不大，说明冲击力还不够。炼气1层，金刃的威力和大小也就这样了。等修为高了，灵力更厚，金刃应该会更大、更快、更锋利。我冷静地分析着，我没有接着修炼盐盾术，而是转身回了净室。金风术的成功证明了我能行，但我心里清楚，修为才是根本。法术再厉害，没有足够的灵力也是白搭。就像刚才那一下，虽然成功了，却耗掉了我丹田里将近2成的灵力。这样的金刃，我最多只能用5次，灵力就会耗光。该试试聚气丹的效果了。我盘膝坐好，从储物袋里拿出那个青玉瓶，拔开瓶塞，倒出1粒丹药在手心。清冽的丹香让人心旷神怡。我把丹药丢进嘴里，丹药入口即化，一股温热精纯的灵气洪流，砰的一下冲进我的经脉。这股灵气比自己吸收的精纯多了，几乎不用怎么炼化，就自己跑进丹田，被我的5色气旋飞快的吸收。好强的药力，不愧是干爹给的丹药。我不敢浪费，立刻运转引气诀，引导这股灵气在体内循环。5色气旋转得明显快了，每转1圈都能吸收更多的灵气，转化成我自己的5行法力。丹田里的灵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涨了起来。时间在修炼中过得飞快，1天、2天、3天，我几乎忘了时间，只知道修炼。直到第3天深夜，聚气丹带来的高速修炼效果才终于慢慢弱了下去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原来指甲盖大小的5色气旋现在大了1圈，转得更有力了。丹田里的法力也更满了，几乎快要溢出来。我睁开双眼，眼中闪过一道金光。炼气2层，从开始修炼的第13天，我已经是一名炼气2层的修士了。当然，我心里清楚，这都是因为紫韵果、聚气丹，还有这山顶上充足的灵气。说白了，我干爹莫玄风的作用占了一大半。我站起身，
活动了一下筋骨，全身关节发出轻微的噼啪声。我走到窗边，望向远处的群山，晨雾缭绕，有灵鸟飞过。青云山脉在朝阳下显得磅礴又神秘，危险又迷人的修仙界，我踏马来了。